这是一个双肩包，这是一个新买的双肩包，这是一个装我电脑和拍摄器材的双肩包。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选择这一款双肩包来作为我的通勤用包。记得点赞3连哦！记得点赞3连哦！记得点赞3连哦！这一款包呢，其实是日本的一个牌子，大家可以从这个小小的说明书呢看到一些非常熟悉的图标，比如说可以装什么电脑尺寸啊、防泼水啊，巴拉巴拉，很多功能。那么从里面这一张说明书呢，也能看得到这个包到底有多能装。你看，你可以装你的摄影机啊、水壶啊，你还能放在你的行李箱上面。那么话不多说，让我先开始拆掉它的吊牌，打开这个包，一展它的真面目。一打开这个包呢，你就看到层层的这个颜色呢，不知道还以为是爱马仕或者是 LV 的包，层层的。那么大家一打开这个下面这个暗格呢，你可以直接拉出你的摄影包。当然啦，你从这个暗格拉出这个摄影包会挺麻烦的，这只是提供了第二个取出的方式或者是放入的方式。其实真正最适合的就是从侧边，它其实两边都有门，从侧边来取出它或放它会最方便，这就是快速拔枪的精髓。关起它一拉，非常非常的快速，非常非常的简洁。那么后面这个小格子呢，也是能装特别多的东西，你可以装一个电脑，或者是装一些文件。那么它有2个格，一个格是有保护带的。同时呢，在它的背带处打开这个扣扣呢，你就看到它有一条带。这条带子呢，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你方便在你的行李箱的托杆上面来挂住它。在背带上呢，还有一个小包，这个小包呢，其实也挺方便的。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我如何使用它。那么大家可以看这个第一个大格里面，其实它有非常非常的小格子。这些小格子呢，其实我也不知道具体要怎么使用它，所以我一般都是见机行事。那么喜欢整理和收纳的朋友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会怎么使用这么多的小格子。话不多说，先拿出我的摄像包。大家可以看到我的东西虽然不多，但是其实还是有点杂乱的，什么麦克风啊、摄像头啊、2块莫名其妙的电池啊，还有本来的摄影机啊。那么首先让我们先快速拔枪，把你的摄影机的这个小包呢拔出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其中一个格是有3个分格的。那么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大的镜头放到这儿。那么除此之外呢，它还有其他小格子，你可以放充电器或者是话筒这些零零散散的零碎的件。那么我们把它关好之后呢，我们再把它翻过来，另外一边，其实这另外一边的跟刚才那个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它变成大一点的格子分布。首先我们把这个格挡呢拆出来，然后呢把我的尼康现在是装了一个50mm 的摄像头，还有个遮光罩，然后把这个格挡给它再装回去。大家看到还有一些空余的一些空间呢，我就把这个尼康的这个景象的这个背带呢给它塞进去，然后关好，然后再快速出枪之后呢，我们在小背带的这个小格子这里呢，小包包这里呢，我们可以放上我们的多余的电池。那么多余的电池呢，有时候我会多带一块佳能的，因为我的朋友可能是使用佳能的，所以说会比较方便他们使用更换电池。那这个更小的格子可以装 SD 卡，挺方便的，你就不需要翻来覆去的。如果你有第2台摄像机，或者是奇怪的脚架，还是有更长的镜头呢，你可以像我一样，先把它们整理好，然后把它们放到刚才的那个小格子里。然后呢，你可以把这个3脚架呢选择挂在外面的这个小背带里面，看起来都大概就是这样子，挺牢固的。或者是呢，你可以直接将它塞进这个小格子里，然后拉好。当然啦，如果你是一个像我一样的郊游型 UP 主，你可以带上吃的、喝的、玩的、用的餐巾纸，然后拉上没问题。或者是带一个显示器使用的湿纸巾，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它其实挺能装的。那么我个人呢，会在长途旅行的时候带上2本书，这2本书呢，其实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2本，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除此之外呢，我也会带上按摩棒，还有一个耳机，大家可以看这个包还是挺能装的。那么后面这个小格子呢，我就会装上我的16寸 MacBook。那么除此之外呢，我还有一个 iPad Pro 12.9寸的也可以塞到它的更小的这个分格里面。大家看安排妥当。在这个超级防滑的底部呢，也有一个小暗格，这小暗格其实是这个包包的雨衣，大家可以抽出来，然后可以把它翻到正面，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有它的 logo。
然后你把它从底部套上，然后再拖拽到顶部，可能会有点难，会有点麻烦，但是确实挺好的，防尘、防雨、防泼水其实。那么大家可以用这个背带照样该怎么背怎么背，看起来也挺酷的，黑黑的一块，大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那么如果你有一个非常大的三脚架的话，你还是可以选择悬挂在外面的这个小背带里面。那么可能你会觉得这个不是很稳，没关系，让我们来进行一个非常小的测试。那么首先我们将这个包背好，那么背好了以后需要把这两个背带拉紧，对，你的腰部和你的胸部这两个背带都要拉紧。之后呢，我就可以进行跳跃你看我这个跳跃其实幅度挺大的，蛙跳什么的，然后再做这个波比跳我其实做了好几十个，但是因为录像的时候把旁边的鞋架打翻了，所以我就只录下这两个比较好一点的，然后再进行一些快速的跑步运动。在运动了几分钟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背带解开，就可以脱下来了。那这个包其实里面装了非常非常多的器材，但并不是非常的重。而且在我反复试验之后呢，我在一定的高度将这个包扔到地上，不会造成任何器材上的损伤的，比我之前的这个摄影包强多了。那今天就到这里，拜拜。